我们讲一下调色。首先我们讲一下沾色我们今天晚上讲一下调色。首先我们干净的笔首先我们把笔全部打湿，然后去掉多余的水分让这个毛笔里面的水分是很适中的不是太多也不是太少然后我们沾色的时候，大家如果是初学的我们一定要注意沾色的这个位置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笔尖去沾颜色出来是什么效果笔尖沾它是什么情况，然后可以笔的侧面沾又是什么情况，都是不一样的它出来的效果是不一样的，而且是在画不同的位置我们需要不同的调色。那么调色调好以后，我们要加上用笔调色和用笔要结合在一起调色调好以后，我们要把这个点画不同的点比如说这样一个点我们今天晚上再增加一个，比如说这样一个撇捺的这种用笔写一个人字比如说写一个人字，大家看这个是不是这种用笔我们前几天都讲了这个点，我们今天晚上增加一个撇捺。那么这个撇捺和这个点它其实是一样的，但是动作不一样，它改变了。那么改变以后，我们就要把它运用到我们的这个用笔的笔形上去我们刚才是用笔尖这样去沾色的这样沾色我们出现的形状我们把这个点和这个撇捺的这种用笔加进来比如说我们画一个形状，这个形状我们它不一定是什么花瓣它不一定是什么花瓣，它也不一定是叶子还是什么物象，我们主要是讲的是笔形笔尖去沾点颜色，出现各种笔形还有这些点画的笔形。那么我们在出现这些形状的时候，我们要去注意它们的外形，因为我们画的这个就是形状，它不是任何东西它不是叶子，也不是花，也不是花瓣，它就是一个笔形。那么这个笔形我们要注意它们的这个外形。我在用笔的时候，其实我是眼睛是看到它的形状的我的眼睛是看它的形状的。怎么去看这个形状呢？我们在画的时候比如说我们随意画一个形状通过这个点画这个形状，比如说我这样画过来，我的眼睛会看这个形状的上面和下面，还有它的尾巴。这些头和尾上面和下面形状是不一样的这个大家特别是初学的一定要注意这些形状怎么样才好看，这个笔形怎么样才好看，那么就要通过我们去注意它的外形我们再讲一下这个笔形我们怎么样才能够画出有讲究的这个笔形我们在调完颜色，用这个点画去画这个外形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的很关键的很关键的一个，就是比如说我们这样画出一个形状
我用线条勾出一个形状出来啊，这些是自然出来的，我是专门勾一个形状出来啊。比如说这一个形状，大家看这个形状啊，我是注意到了很多关系的啊，可能初学的还不怎么了解什么叫用笔的笔形。大家看这个外形，它的形状啊是有变化的，上面这些小的这些节奏，还有这些凹进去的地方这个是我故意的，我故意去画出这个形状，然后右边的这些形状变化很多，左边我就故意让它变化很少。那么在画写意的时候虽然它是一笔下去，但是我会注意到它的外形。就像刚才我画的这一笔这一笔上面的这些地方变化就相对少，下面这些地方它就变化多我把它的外形画出来好像是不轻易出现的，但是我画的时候是有意去做的上面这里它相对的变化就少了那么左右的变化，还有这些拱出来的和这些凹进去的很小的这些变化，是故意去做的不是随便画一笔不管它什么样就什么样。所以我们在画的时候要注意到它的变化左右还有这些外形的线段都不同的。好，我再画一笔我这样讲了，大家就会明白了。第一个是用笔的点写出现了形状，我们现在今晚上我们就增加了一个这个用笔的外形，我们是故意去做的所以大家看我的用笔，经常会捏管经常会提按经常会加一些动作这些都是故意去做的所以我们在练习的时候一定要有意识的去练习，这样练习才会有效果。如果没有这些意识，没有这些目的性的去练习没有收获的大家看我这样再画一笔比如说我们这样再画一笔按下去，在提起来的这一个过程中，我的眼睛会看上面和下面。比如说我加一点点动作，上面就会还是平的，下面它会变化了，这是我故意的上面是平的，下面是有变化的，是我故意去做的。同样是提按，它出现了这样的情况那么我们反过来，那如果我需要一个形状不是上面是平的，那我们可以把上面增加变化增加了这一些凹凸，下面它是平的大家看是不是我是故意的。它为什么出现这个形状？因为我知道它的形状这样才好看，它不是什么花瓣，也不是什么叶子，它就是一个形状我要的是变化，上面有变化，上面没有变化，下面我就要有。那这个是上面有变化的，下面我就让它少那么通过比如说我们再讲一下比如说我们画的是一个花瓣或者是一个叶子我就画一个难度就明显一点的。比如说我们画一个竹叶，竹叶它是两边都是对称的，那么这个用笔它就很容易那如果我们画一些叶子，它是不对称的比如说它有这种外形是这样的那比如说出现这种外形，我们怎么去表现呢？
是吧？这一片叶子，我们怎么去表现它有这个动作的？这样就非常明显啊。我讲的这个，一个是竹叶，一个是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叶子啊，它们的变化是不是非常大的对比？然后我们用这样的用笔怎么去表现它们这种外形啊？那么我们就要通过这些提案通过这些用笔，把这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外形完全不同的，我们怎么去增加它的外形？刚才说到的是我们自己要设计的外形，这样它才会出现形状我们想让它上面平也可以，想让它下面平也可以，同样的用笔那么这个比如说这个我们把它放上去一点这个叶子的形状我们把它比较容易按下去，中锋用笔，然后左右有点对称的它比较正这样出现一个形状，它是左右特别正的。那么这个形状它就不正了，它有很多的变化。但是我们又不是画工笔我们不可能描得那么像。我们怎样才能去表现它的这个关系？那就要通过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变化比如说这个叶子是这个形状，我们画的时候不可能说描的一模一样，但是我们要用它的节奏感比如说这样画一笔过去它会出现一个形状，我们再来一笔这个时候其实我在注意它们的这个凹进去的长宽距离，和刚才我们说的这些一样的道理然后我们再来一笔这边就再来一个形状，它就出现了这种左右不同的形状来表现它这个形状就可以了不一定画了有多像它它有几个角，我们一定要画几个角，不是那个意思我们要的是它们之间的这些对比，我们要把用笔加进去。大家看我刚才这几笔都是提案，都是点画出来的，它就会立得起来我们注意到的是这些开口这些开口都不同。我刚才画的时候是注意这些位置这些开口都不一样的这些开口都不同的。我不会注意这个叶子左右那么对称，而且我还要注意左边和右边的这些变化左边是变化相对少一点，右边就很多，就和这个道理是一样的。这个是比较简单容易而且很容易去理解。我把它变成这个和竹叶这种叶子的形状，它们变化非常大所以我们在用笔的时候压下去多少，按下去多少，那是取决于我们画的物象但是在练习的时候一定要知道我们为什么画出这个形状就很好看如果我们这样画一个形状，是不是不好看对吧？它什么变化都没有上面也平，下面也平，左边右边也平，这样它是不是没有形状了，对吧？那这种是不是就有笔形了？注意外形，我们在画的时候最关键的是外形。比如说这个叶子的形状，这里有一个开口我们这里再有一个开口的时候，我会和它不一样的，这个可能就尖一点，这个就没那么尖我们要分析出它的形状。那么这些用笔我们可以变化，可以从下往上都可以的比如说这样一个形状那么这边我就会把它加宽，左右不同这个菊花的叶子
啊，它的特点还旁边还长2片小叶啊，菊花的叶子的特征。那么这些小叶我们也是一样，也是要注意左右，哎，右边长左边短，啊，这是一个菊花叶哈，可以长一个枝，啊，然后这些菊花叶它还会长一些，还有一些小叶子呢。啊，菊花我画线描、写生画过很多，啊，它的结构我也比较了解。啊，大家看这些是不是我刚才说到的这些变化啊？啊，大家看我把它标出来，这边的变化非常多，啊，大家看上面的变化很多，那么下面它都不一样了。下面我们这个缺口很大，啊。然后这里很宽，这个左右是不是不一样了？好像是不经意画出来的，其实画的时候我是故意的啊。就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关系，我是把这些关系都用进去的啊。比如说画菊花，我们怎么把这个用笔我们怎么把这些用笔加进去？我们刚才讲到的是笔的外形。讲的是形状形状。那么我们通过不同的这个外形不同的这个花卉它的特征比如说菊花它有很多种，有些是很正常的那种常规的。我们画一个，先来几笔有变化的比如说我们画一个那种像个小勺子那种。像个小勺子的那种，那么我们这个变化就是注意到了，把刚才说到的关系取直变化。那么这个花瓣是取的，可能第二个花瓣我就变化少了，我就故意让它就这个地方不需要变化太多，再来一个的时候，可能我会加的更长然后注意它的形状，这些形状它是有对比的，和我们刚才说的对比关系是一样的我们注意到的是变化，注意到的是对比，不要每一笔都出现变化。这个我就画的比较直这种花瓣它是比较长的那种，就像初学的临摹我的画，或者是喜欢我的这种相对灵动一点的这种用笔，很多人临出来就每一笔都会动一下，每一笔就动一下，那动的太多了它也不好看它就显得比较故意的好像每一瓣都故意去动一下，有些地方就不能有变化，这是有变化，这就不能有变化比如说这个再常规一点的那种小菊花一排一排的那种，一圈一圈的比如说像这种小菊花，我们在画的时候把这些用笔加进去，这个方一点，这个马上我就变了，这个我可能会就变成窄一点了我们画的时候是注意这些关系，然后把这些不同的笔形加进来这个我加了一点动作，这个我可能再小一点这个我可能再短一点这一圈都是变化然后上面淡一点这缺口大一点然后再来一层，也是一样这个地方我就故意的让它排多一点这个地方我就让它缺口大一点。我们要讲笔形，笔形就是外形那么这些花瓣和花瓣之间的外形是不一样大的，有些是窄一点的这样它不就变化多了吗？同样是一个圈，它不是那么规整它就会很好看。它为什么好看？是因为它们的用笔的笔形不一样，所以它们出现各种变化
所以这个变化是这样来的啊。梅花也是一样，我们的用笔主要是画出这个梅花的我们这颜色就不管了啊，就用这个颜色来画就行了。我们还是一样注意这个外形啊，比如说梅花，我们在点的时候，这个梅花的形状是这样的，下一个梅花我可能会变啊，不要点的每一个的是圆嘟嘟的啊，这样我就加了一个动作，这个形状和这个形状是不一样的啊，然后我们再画，用笔也不一样啊。那么这个还要更仔细的画的话，我们还可以比如说我们画的这个外形啊，外形还要注意它们的，这里我是故意的啊，它们的这个缺口是不一样的，还可以更明显啊。反正我们在画的时候一定要故意的把它变成某一个形状啊，故意的把它变成一个这一个侧面的啊，就是它们的开口一定要注意啊，这些开口我们要注意，这个花瓣的形状是方的，这个是带一点圆的啊，这个是带了一点这样的，增加了一些小变化，不管它怎么出现，就尽量注意这些小细节。大家看这几个花瓣是不一样大的啊，这3瓣是挨在一起的啊，这一半是离开的啊，这些都是在分组，都是在注意它的外形。好，这样讲能明白吗？我们把它转换到各种花卉啊，这用笔非常重要画了2、3朵啊，看到了吗？看到的回复一下。对，我们要把这个知识不断转换、运用、举一反三，灵活掌握。我们再来，刚才好多人说要画牡丹花是吧？我们画一下牡丹花花瓣好不好？一壶清茶，谢谢送的小心心啊。娜娜为主播点赞，娜娜你的灯牌掉了，家人们灯牌掉了把灯牌点一点啊。万变不离其宗但是要灵活转换灵活运用，看似容易，做起来也没那么容易。当然这个是我们可以去练习的。感谢一壶清茶送出的粉丝灯牌，战公子来了，叮当叮当，谢谢送的小星星。我这个拍的，我这个什么？点不了。点不了的是吧？点了多少赞，平台让休息了。刘桂英，那你点了很多赞了，那你已经点到过量了，感谢支持，再休息一下啊。其他的家人们可以多点点啊。我们再画一个牡丹花的花瓣好不好？牡丹花的花瓣也是一样，怎么去转换把这个用笔转换到各种花卉当然这种形状它是比较正常，我们要把它变得更加夸张一点用笔也夸张一点就会更加有灵动的感觉比如说我们的花瓣把这个用笔加上这样一个用笔这样一个花瓣的形状，大家看这样的花瓣是不是很简单？我们把刚才说到的用笔加进去，它就不一样了同样是这个花瓣的形状，我们把它就是这个形状3笔，我们把它加上动作，加上外形，刚才我们说到的外形这样它不就动起来了吗？就把点画用上了吗？对吧？然后这些外形也不同了，大家看这些外形左边和右边是不一样的，
左边是很直的，右边是圆的，啊，我也可以把它变成右边是方的，左边是圆的，这个由我自己决定啊。老师什么画啊？我们现在是讲用笔啊，现在是讲用笔，我们画的是花瓣啊，不同的花瓣怎么去运用啊？我们可以把它转换很多很多，还可以更夸张一点啊，比如说这样的，我觉得还是普通，我还可以再转换一下啊，更夸张一下啊，把用笔夸大啊。我们在绘画它也是一种写意，也是一种夸张放大的一种过程啊。比如说我们把它再增加一点啊，我现在又增加了这个外形了，把它又加大了一点点，比这个更大。我自己画牡丹花的时候变化会更夸张啊，拿起笔就是随意画了，因为我分析过了，这些细节我都已经分析过了，我们在画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胆子更大。紫藤也是一样啊，紫藤的花瓣我们就用这个红色来画一下紫藤吧。紫藤花瓣也是一样啊，这些形状都不同啊，每一个用笔都不同，方向也不同，外形也不同啊，这点外形都不一样的啊，每一笔的形状啊，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笔形啊，每一笔的形状，它的左右都不同，上和下都不同，出现各种形状，我们把它变成各种形状的各种花卉各种花卉的颜色不同，各种花卉的结构不同，它的特征不同我们就可以把它转换各种花卉的这个用笔